记得有一段经典的祷告词是这样说的：赐我平静的心去接受我无法改变的，赐我勇气使我去改变我能够改变的，赐我智慧去分辨二者。通常有信仰的人所纠结的就是面对选择的时候如何抉择，而在现实中我们未必是因为有信仰而变得更加聪明。创世纪中有这样一段故事，那就是亚伯拉罕呢因为饥荒而做出去埃及的选择，为了活命呢而求妻子呢说他们是兄妹关系。亚伯拉罕的信心呢跌到谷底，但之后呢他也被称为信心之父。今天就来谈谈这个信心的重建。创世纪中有这样一段故事，那就是亚伯拉罕呢因为饥荒而去了埃及，后来因为他说谎，导致埃及的法老以为亚伯拉罕的妻子只是他的妹妹，而将其娶去，引发了一场危机。后来呢因为上帝出面用灾难攻击了法老，才解救了亚伯拉罕的妻子。所以当人们看到他这样的遭遇呢，会得出这样的结论，那就是亚伯拉罕去埃及的决定是错误的，不在上帝的旨意之中，所以导致这样的羞愧的事。这就回到了视频开始的时候呢，那段祷告文，人是如何正知道自己的决定是对是错呢？一位美国穆迪教会的尔文牧师讲过这样的观点，就是认为亚伯拉罕的问题呢，是他有信心相信上帝的带领，却没有信心相信上帝的保守。相信上帝的带领呢，就意味着他愿意听从上帝的指示，而离开了哈兰，来到迦南。但他对上帝能否保守他却没有信心，所以遇到饥荒的时候呢，他想到的就是跑到埃及。那位牧师呢，也没有进一步的解释为什么他没有这样的信心。所以就这一点呢，我想分享一下自己的看见。我认为亚伯拉罕呢，最终被称为信心之父，但他的信心呢，并不是天然就有的，而是被一点点的建造起来的。亚伯拉罕遇到饥荒呢，逃往埃及，这是上帝许可的，因为这样的事呢，成就了上帝计划的一部分。这个计划就是为了建造他的信心。固然人看到自己的遭遇会意识到自己的决定可能是错的，但是对于亚伯拉罕来说却有所不同，因为经文是这样说的：将近埃及，他就对妻子撒来说，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，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，使我因你得平安，我的命也因你存活。也就是说，在亚伯拉罕进入埃及之前，他就已经知道自己会面对的，那就是埃及人为了得到他妻子撒拉而可能会杀他，所以他求他妻子说谎。这样看来，他的所遭遇的呢，已经是他的意料之中的事，意思是他已经准备好接受这样的情况，那就是牺牲撒拉而保命。由此可见，他此时的心境是走投无路，别无选择。当人踏入信仰之门的时候，人的信心都不大，甚至是试探性的。亚伯拉罕也是这样。虽然最初呢，他听从了上帝的呼召，离开了哈兰，他的相信呢是试探性的，是尝试性的，遇到饥荒，遇到挫折，必然跌倒。而上帝呢，却计划让他有深度的经历，就是不是靠五谷丰收、牛羊成群来建立他的信心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在新约中呢，上帝使用同样的方式建造门徒。圣经中，耶稣多次责备门徒小信，一次是责备他们为明天忧虑，一次是因为他们在海上遇到风浪而害怕，另一次呢是责备他们不能奉耶稣的名赶鬼，还有一次是彼得尝试在水面上行走。上帝要建造他们的信心，不是通过更多的说教，却是相反，那就是通过耶稣的死，使门徒经历失望。彼得呢，甚至经历了3次否认耶稣的事。他最后回到湖里继续打鱼，相信他的心情也是一样的沮丧和不解。但那个复活呢，却是大大的建造了他们的信心，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亲身经历到、亲眼看见到，更重要的，那是一件不可能的事。
所以同样的，亚伯拉罕去了埃及呢，是因为饥荒使他看到所盼望的上帝的祝福落空了。为了自救，他称自己的妻子为妹子，就是牺牲妻子来保全自己的性命。此时呢，是他信心经历谷底的时候。或许此时他也后悔自己不应该离开哈兰，那样的话就不会有今天遭遇饥荒的情况。他没有信心相信上帝的保守，因为如果上帝连饥荒都控制不了，更谈不上拯救了。上帝出面用灾祸攻击埃及法老，可能是瘟疫，使他将亚伯拉罕的妻子归还了。这是发生在亚伯拉罕眼前的事，使他看到上帝能够成就比在饥荒中养活他们更不可能的事，他的信心就这样被建造了。这也应验了多年以后约瑟向他兄弟们说的话：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。亚伯拉罕所经历的呢，如同约瑟被卖都是不好的事，但神的意思却是好的。在那个约瑟的故事中呢，约瑟的兄弟们看到约瑟成为埃及的宰相，我们看到因为他们对约瑟的信心，而不在乎向法老承认自己是放羊的，即使约瑟事先提醒过他们不要这样说。所以人的信心呢，决定他们在法老面前是否有胆量承认自己。所以亚伯拉罕的问题呢，不是他选择去与不去埃及的事，而是他的心出了问题。他要有信心，也自然就有胆量，称自己的妻子就是妻子，而不是妹子。我想这也是我们今天的问题。虽然我们的信心与亚伯拉罕后来献以撒的信心是相距甚远，但是停留在亚伯拉罕出哈兰的时候的信心水准，那就实在属于可怜。因为哈兰也是一个连接东西方交通的一座城市，也有丰富的出产，所以人自然想到的那就是物质方面的祝福，相当于我们今天有稳定的工作，有稳定的收入，再加上出入平安以及身体健康。那种信心的水准呢，是经不起风雨的，就像亚伯拉罕的信心被一场饥荒摧毁了。那场饥荒就像耶稣所说的，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，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，有火发现，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。亚伯拉罕年代的饥荒呢，可以相当于我们今天在工作在健康上遇到的问题，或者是个人感情上出了问题，这一切是否动摇我们对上帝的相信呢？我们在今天所遭遇的一切的不好的事，从信仰的角度，这一切的背后却有上帝的美意。就像约瑟的故事中约瑟所说的，神的意思原是好的。上帝使亚伯拉罕经历到比饥荒更可怕的事，而且在那件事上拯救了他。这种曲折的经历对亚伯拉罕的信心的建造，比太平无事的日子更有效，也由此概括了信仰上帝的人为何仍然经历挫折、经历困苦、经历挑战，因为神的意思原是好的。从亚伯拉罕的故事中看到一点，就是亚伯拉罕意识到去埃及会发生什么，那就是失去妻子。亚伯拉罕当时的心理状态可能属于过于悲观，他看任何事都没有希望，他看到埃及法老如同强盗，他看待在迦南是必死的，所以这样比较下来，他还是决定走埃及。人在特定的环境下，在特定的心态下所做出的决定也有其必然性。就我自己而言也是这样。2017年对我来说是多灾多难的一年，其中一个灾祸我总结为就是进入恶人的网络。在通常的情况下，我都是远离那种带有欺诈成分的电话推销，但当时的一些情况以及自己当时在一种特定的心态下，那些原因促成了我的决定。从信仰的角度，那些原因以及细节都不重要了，重要的就是上帝准许这样的事，并且实行拯救，目的就是建造信心。
从灾祸的经历中看到上帝是蛮有恩典的。我看到上帝为了不使我经历绝望，在事发的半年以前就已经赐下了解救之道。由此可见，世上的一切事在没有发生之前都已经在他的掌管之中了。记得那个时候在网上听到一位黑人牧者的信息，他讲到捕鸟人的网络。我不知道他讲的是他自己的经历还是别人，但他所说的完全就是我所经历的。他说，我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出来的，但我知道我从网络里出来了。这样的信息对我来说是极大的盼望，是我能够将信心坚持到最后的鼓励。网络的经历使我体会到那种无助、恐惧的心情是怎样的，也体会到亚伯拉罕在埃及所经历的也同样是一种网络，因为那是他自己走入的。这种网络呢是极其可怕的，它会彻底的改变人对上帝的认识，对上帝的信靠，而且没有挽回的余地。然而亚伯拉罕所经历的网络呢，并非是埃及的法老，而是那看不见的仇敌将恐惧的心放在他的心里，他接受了恐惧的心，而称自己的妻子是妹子。法老并没有抢夺他的妻子，是他自己在心里放弃了。我所经历的呢，虽然是属于商业领域，但所共同的呢，就是都是来自外面的威胁，其目的就是让人的内心屈服和妥协，就是要人在所面对的恐惧面前屈服。当人自己在心里放弃了或者妥协了，人在现实中的损失才会发生。就像亚伯拉罕所经历的，他的心妥协了，他在现实中才真的失去了妻子。我能够这样讲呢，是因为我当时的信心在上帝的鼓励下坚持下去了。我出来了，却没有损失。彼得前书5章8节这样说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吼叫的狮子呢，就是不断的用威胁恐吓人，只有人屈服了，便成为那可吞吃的了。马太福音的24章有这样的话，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虽然经文的意思是指末后时代信徒所要面对的，但我相信这个属灵原则在很多场合都是适用的。